當政治體系建立在個人好惡與利益之上，一個國家的制度還能否真正穩定的運行？當權力結構制造持續的政治風險時，人們是否會逐漸形成回避責任、避免接觸陌生人的生存策略？如果連基本的信用工具都難以普及，這種社會運行更多依靠規則，還是依靠熟人關係？當一個帝國擁有龐大的權力網絡、繁華的首都和嚴格的等級秩序，但卻無法為陌生人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這種穩定究竟是真正的強大，還是一種精心維持的脆弱平衡？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讓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第3章，在北京的失敗。對北京有了最初的一瞥之後，不說幾句話就把它放過去，那對於北京城或者對讀者的好奇心來說，就會是不公平的了。中國王朝的所在地位於國土的最北部，距離為了抵禦韃靼人入侵而修建的長城約100英里。城市的規模、房屋的規劃、公共建築的結構以及防禦都遠不如南京，但人口、軍隊、政府官員的數目則超過南京。它在南面由2層高而厚的城牆所包圍，城牆上面的寬度可供12匹馬並行而不覺阻礙。這些城牆主要是磚建築，磚基全用巨石支撐，牆內填滿調和好的泥土。它們不比在歐洲所見到的城牆更高。在北面則只有一道城牆保護。夜晚，所有這些城牆上都有大批軍隊警衛着，數量之多，有如在進行戰爭。白天，城門由宮中的太監把守，或者至少人們認為是他們在守衛着的。但是，這些太監都忙於收通行稅，這是其他城市從來沒有的事。皇宮建築在南牆之內，像是城市的一個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牆，長度貫穿整個的城市，並且一直穿過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餘部分則分布在皇宮的2側。這個皇宮的居處不如南京皇宮寬闊，但它建築的雅致和優美卻由於它的細長的線條而顯得突出。由於皇帝不在那裡，南京已逐漸衰微，像是一個沒有精神的軀殼，而北京則由於有皇帝在，從而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磚或石鋪路的，也很難說一年之中有哪個季節走起路來最令人討厭。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塵同樣使人厭煩和疲倦。由於這個地區很少下雨，地面上分離出一層灰塵，只要起一點微風，就會颳入室內，覆蓋和弄髒幾乎每樣東西。為了克服這種討厭的灰塵，他們就有了一種習慣，那或許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知道的。這裡在多灰塵的季節，任何階層的人想要外出時，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帶一條長紗，從帽子前面垂下來，從而遮蔽其面部。面紗的質料非常精細，可以看見外面，但不透灰塵。它還有其他的好處，那就是一個人只有在他願意被認出時，才能被別人認出來。他避免了無數的招呼和問候，並可以根據他喜歡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價錢出行。中國人並不認為在城裡乘馬車旅行是奢侈，並且因為乘轎旅行很貴，所以一個人在北京可以放棄豪華和時而用不着的難為情。戴面紗的習慣對神父們是恰合時宜的。在戰爭歲月裡，外國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危險，但是戴上面紗，他們可以想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不受干擾地旅行。由于有灰尘的緣故，別的城市幾乎很少有這樣普遍乘馬或乘其他交通工具旅行的。他們到處都是等候受僱，在十字街頭，在城牆門口，在玉河橋和人們常去的牌樓，雇一輛車一整天也花費不了多少錢。城裡的街道非常擁擠，以致趕腳人必須用斷繩領着牲口穿過人群。他們知道城內的每一街道和每個著名市民的住所，他們還有指南，上面列出城裡的每個地區、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馬旅行而外，到處都是文官們和要人们的轿子。北京的這種乘坐工具
要比南京或者中國其他地方的花費大得多。我們曾說過，北京樣樣物資豐富，大部分是由外面運进來的。儘管如此，北京的生活還是困難的。除了那些富有而無需節約的人以外，這裡經常缺乏柴火，但這種匮乏可由一種瀝青物質補充。它缺乏一個更好的名稱，我們稱它為瀝青或礦物膠質，現代稱之為煤。這是一種從地下挖出來的化石煤，像烈日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種一樣。中國人用它來燒飯，並且在幾乎達到北極區域溫度的冬季最寒冷時候的室內取暖。這種物質的豐富很好地彌補了薪火的不足。這裡的床是用磚的，下部是中空的，壁爐管道從這裡面通過，形成了床下的暖室。夜間不必維持熱度，因為暖室是長期保暖的。北方各省普遍使用这種類型的炕床。北方的中國人比南方的中國人更勇敢好戰，但不如他們聰明機智。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這方面優越，有些人則在那方面更優越。隨着他們之到達北京，他們長期以來而懷疑的一件事終於真相大白了，那就是中華帝國就是某些作者所稱為的大契丹，而北京就是當今中國皇帝的所在地。這些作者稱這個城市為漢把里。如果對我們的信念似乎還有任何懷疑，那麼我們將非常確鑿地證明它。對我們的意見長時間以來造成很大疑問的是，上述作家在論述遼闊的契丹帝國和其他中國省份時，宣稱這個國家在這一地區的某個地方與波斯的東部邊界接壤。可是他們當時所知道的波斯要比他現在更廣闊很多。實際上，波斯必須理解為包括說波斯語的廣大無邊的亞洲地區，遠至中國的邊境。他們還說他在南邊為韃靼人所建，在中國國土內對他進行多次調查之後，未能發現有關這個傳說的契丹帝國的任何東西。一個鄰國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情竟一無所知，許多世紀以來竟從未留下過與這樣一個大國家進行戰爭或通商的記錄。這看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我們也曾讀到，大江從它的發源到河口是流經這一個契丹的。江在中文裡意思是大河，其他河流則叫做河。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海洋之子的那同一條河流，它現在叫揚子江。我們也曾讀到，這條河的南面有9個王國，它的北面，在這個名副其實不為人所知的帝國裡，則是中國15個省的其餘部分。這些省實際上是許多王國，共15個，其中任何一個都比意大利大。上面提到過，其中約9個在這條河的南面，其餘6個在河的北面。我們爭論契丹指的是中國的另一個或更清楚的證明，是由個別人的經歷提供的。現在是1608年，大約40年以前，2個阿拉伯突厥人，或者說伊斯蘭教徒，從陸路來到北京。他們帶來一只獅子，這是中國人經常聽說但卻很少見過的一種動物。他們把它作為禮品獻給中國皇帝，他們受到皇帝的殷勤接待，並授給他們每個人官職和皇家國庫的俸祿，作為家產世襲下去。只要他們在獅子活着時照管獅子，而沒有返回本國向中國人發動戰爭。當神父們到達北京時，這2個人還活着。利瑪窦神父派了一名修士去問他們關於契丹的問題。後來，當神父們第2次來到北京時，利瑪窦神父本人還經常遇到這2個人。他們明確告訴他，此時此地他們確實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漢把里。他們毫不懷疑這一點，而且他們說，在他們來北京的整個旅途中，他們既未看到也未聽說過任何別的契丹。神父們還一再從波斯來的人那裡聽到同樣的說法，他們關於契丹的問題同聲一致，從來沒有不同的說法。當問到這個問題時，中國人也說他們的人民都知道契丹這個稱呼。然而提到中國時，只有外國人才用這個名字。這個名字本身無疑地部分源自中國語言，部分源自韃靼語。任何時候，中國人在他們的書中提到韃靼時，
他們都寫成盧。他們稱北部地方為北。在鞑靼人入侵中国时，鞑靼王定都於北京，並稱它為坎帕魯，也就是可汗巴里庫，汉之城。現在輔音坡常常和波可以互換，因此鞑靼人開始稱它為坎巴魯。但是中國人很少用輔音波，仍把這個名字讀成坎帕魯。看來很顯然，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是在鞑靼人佔領時期來到這個國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朝人同來的。根據他解說，中華帝國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稱，從而為歐洲所知。鞑靼人稱中國為開泰，也就是契丹，稱首都為堪巴魯。如果有人反駁說，或許馬可波羅所說的契丹的疆界較現在的中國更廣大，這種反對理由儘管存在，但他卻什麼也證明不了。我們尚未對此進行考察，但即使承認同一個名稱擴大到了北方鞑靼相鄰的地區，這也並不證明當時在中國邊界之外還有另一個單獨的王國，即人們所稱的契丹。以後葡萄牙人用中國，也就是 China 這個名字，把這個國家的名聲傳遍全歐洲。這個詞很可能得自馬來居民，同時他們稱首都為北京，這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的名稱。所以我們的地理學家以為是兩個不同而接壤的国家，也就不足為奇了。名稱分歧所形成的混亂，是由於不知道他們就是同一回事。利瑪竇神父把這些看來確鑿無疑的推測傳到印度，後來又傳到歐洲，但即使那時也未能給予任何滿意的證明，直到後來才毫無意義地證明了契丹和中國就是同一個國家這一事實。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再詳細說明。不久之後，教士們到達北京，他們到尚書府去，他們是受到他的保護的。尚書是由一條陸路而來，省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讓他們住在他府中舒適的住房中，因為他喜歡他們作伴，希望他們靠近他。他並且立即向他所熟识的皇宮太监轉報他們的申請。這個太監也答應盡力促成這件如此重要的事，並要求看看神父們和他們給皇帝帶來的禮品。在約好的那天，太監和尚書一同到神父們的住處來看禮品。他對利瑪竇神父非常有禮貌，特別客氣地向他問候，那是只有在初次見到自己長期渴望見到的某位著名人物時才會行的禮節。隨後，他們在一張桌上共同進餐，親切交談。利瑪竇神父讓他們看了自鳴鐘、十字架像、一尊聖母雕像、一座八音琴。這類東西是中國人甚至於聞所未聞的，還有2個玻璃三棱鏡。當那尊聖母像被抬起來放在地上時，它從班夫的手中脫落，被摔成了3段。那在歐洲就會失去它的價值了，但在中國卻只會增加它的價值。將幾段又拼合起來後，雕像就呈現出古董的樣子，而相較於它完整時更有價值。太監和所有其餘的人都對禮品非常喜歡。他聽說神父們能把水银變成真正的銀子，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東西都更使他高興。他說他知道這也是皇帝最感興趣的，要滿足人的貪財欲是不可能的，哪怕是財富驚人的中國皇帝。然而當他的奴僕聽說神父們並沒有掌握這種魔力時，他就對他們的請求撒手不管了。他告訴他們，由於各種原因，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特別是在這個非常時期，戰爭就在牆外進行着，朝鮮的戰爭謠傳日益增多，許多人死於戰爭，日本正準備侵犯中國。他還向他們肯定說，中國人對外國人不加分辨，認為他們全都相同，或者幾乎相同，所以可能把神父們當作日本人。由於同樣的原因和友人的勸告，尚書也開始認識到使自己捲入外國人的事是很危險的，而且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絕望，所以想把神父們送回南京去。对神父們來說，計劃尚未表明完全无望。為了避免使這麼大的勞動和開銷被浪費掉，他們在尚書走後又在北京停留了1個月，租了一所房子居住。按照規定，期限一到，尚書必須離開，
所有因故到朝廷來向皇帝慶賀的官員，都必須在1個月之內離開北京城，回到自己各個的崗位任職。澳門神學院院長李逢諾神父為這次旅行寄來了很多錢，但唯恐他們在北京需要更多的錢，所以又給了他們一張匯票。這是從澳門一個商人那裡買來，他們用這張匯票可以在北京換取同等的金額，但是這卻是一張假票，他們在北京找不到一個認可簽這個姓名的人。同樣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發生過，錢後來在澳門被償還了。但我們在這裡敘述這件事是要說明，中國商人為什麼對這種做生意的方式表示不滿。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流行這種辦法的。由於东道主已經離開北京，神父們雖然用各種方法進行他們的事業，但全歸無用。不管是利瑪竇神父的友人，或是上述的友人，沒有一個願意甚至只在家中接待他們一次單純的訪問。接待一個外國人竟是如此可怕，以致即使他們呈上上書寫的推薦他們事業的信，也沒有任何積極方面的影響。最後，他們的努力看來絕望了。他們的結論是，福音的光輝照亮北京城的時刻還未到來，全部計劃被擱置在一旁。他們決定回到南京去，看起來把這個努力推遲到另一個時間較好，因為現在有戰爭恐慌，很可能有使已經完成的工作遭受危險的不幸，或者會造成將來再回來的障礙。這樣決定下來後，他们就低價租了一艘船上的位子啟程回去。回程的空船裝載旅客幾乎是不要什麼錢的，但這一次船主的貪婪使得這艘船非常不適於乘坐，因為它缺少武器的保護，並且沒有足夠的水手，整整用了1個月的功夫才到達臨清城。這看來似乎是浪費了1個月的寶貴時間，但實際上卻不是。鍾明仁擅長使用中國語言，由於他的可貴幫助，神父們利用這個時間繪製了一份中國詞彙，他們還編成另外幾套字詞表。我們的教師們學習語言時，從中學到了大量漢字。在觀察中，他們注意到，整個中國語言都由單音節組成。中國人用聲韻和音調來變化字義，不知道這些聲韻就會產生語言混亂，幾乎不能進行交談。因為沒有聲韻，談話的人就不能了解別人，也不能被別人了解。他們採用5種記號來區別所用的聲韻，使學者可以決定特別的聲韻，從而賦予它各種意義。因為他們共有5聲，郭居敬神父對這個工作做了很大貢獻。他是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善於分辨各種細微的聲韻變化，能很快辨明聲調的不同。善於聆聽音樂，對於學習語言是個很大的幫助。這種以音韻書寫的方法，是由我們2個最早的耶穌會傳教士所創作的，現在仍被步他們後塵的人們所使用。如果是隨意書寫，而沒有這種指導，就會產生混亂，而對閱讀它的人來說，書寫就沒有意義了。利瑪竇神父所寫並以他的注釋加以增補的4書拉丁文釋文，對別的神父們學習中文也具有很大價值。在本書第1卷討論中國的學位時，我們已經敘述過了這部4書。以上是原書的正文部分，後續是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做出的幾點總結。第一，名字的幻術，誰是契丹的主人？利瑪竇在400年前就依靠邏輯和訪談證明了契丹就是中國，但他發現同一個地方，歐洲人叫 China， 韃靼人叫 Quetta， 中國人叫大明。這種認知的時差說明了一個自詡為世界中心的帝國竟然在地圖上和稱謂上與世界失聯了幾個世紀。封閉的不僅僅是城牆，更是語言與認知的孤島。第二，碎裂的價值，被誤解的宗教符號。聖母像摔成3段，中國人卻認為更值錢了。這反映出當時士大夫階層一種極其扭曲的價值觀：舊的就是好的，殘缺就是文雅。這種審美偏好是否也預示了他們對福音的態度？他們不需要一個完整的、邏輯嚴密的信仰體系，只需要一個看起來很有古意的談資。當宗教被當成古董賞玩，它就徹底失去了救贖的力量。
第三，太監的邏輯，科學不如白银。太監的熱情在不能炼金的瞬間熄滅。在这些皇帝的奴仆眼中，世界地图、八音琴、自鸣鐘，這些代表人類文明巔峰的禮物，其價值竟然比不上一塊能用水銀變出來的銀子。這種極致的實用主義荒漠，窒息了明代科技萌芽的所有可能。權力只關心存量，在這裡就是金錢，從不關心增量，在這裡指的是真理。在利瑪竇眼中，大明王朝的政治心臟北京，只是一座被漫天灰塵覆蓋，人人都得戴上面紗才能出行的迷霧之城。這種出門即蒙面的詭異景象，不僅僅是氣候的惡劣，還暗示了這個權力中心深不可測的偽裝。只有當你掩蓋掉真實面貌時，你才能在這場擁擠而冷漠的生存競賽中獲得一點點安全感。當那位權勢滔天的太監在得知利瑪竇並不會煉金術後，便瞬間翻臉撒手不管。這種赤裸裸的權力貪欲，揭示了支撐這個龐大帝國運轉的底層邏輯。在這個所謂文明的頂峰，一切新奇的知識與宗教，最終都只能淪為換取白銀的敲門磚。當天主之母的聖像被摔碎後，竟然因為看上去更像古董，從而讓中國人覺得更有價值。在這個極度迷戀古董的帝國，人們僅僅在用一種戀物癖式的審美去消解掉了那些原本指向靈魂的信仰。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4卷第3章，在北京的失敗。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